家早安，今天是6月24号，伊朗跟以色列进入战争第12天，然后现在是早上5点多，伊朗又叫我们起床了。刚刚就是手机的警报声有响，那我们现在就在1楼，等到它警铃声响，我们再下去。因为下去的话就手机没有讯号，然后我们从这里下去，不用90秒，从4楼下去可能90秒来不及。那因为我半夜喂奶，所以我1点多的时候就有看到新闻说，川普说伊朗跟以色列快要停火了，然后就是接下来6个小时内伊朗会先停火，然后12个小时内以色列停火，然后24个小时之内这个协议就会完全的生效。但是他讲完现在过4个多小时嘛，我们又收到伊朗的礼物，所以看看今天会不会反而打得更激烈，可能被拦截了吧，因为结束了5点半，可以回家睡觉了。我们现在爬楼梯爬到一半，然后手机的提示声又响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又要跑到防空洞附近去待命。我现在呢就是在家泡咖啡，但是鞋子没有脱。那如果这里的警铃声真的响的话，那就下去，要下去超快这样子。那因为伊朗他射过来，以色列这里只能知道说他有射，然后大概是往哪个区域，所以他会先提早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区域里面都有可能是他的目标。耶路撒冷旧城，耶路撒冷的日出，然后发现天空中有新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应该是不知道是以色列拦截还是伊朗的那个导弹，有2个。我的哦。刚刚有听到蹦的声音，然后我看别人的讯息就说，天空中的那2个是伊朗射来的导弹，所以应该蹦是以色列的拦截的声音，可是我们看不到，因为可能就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警报声没有响，因为我们虽然是在导弹会经过的这个轨迹里面，但是可能以色列他最后他计算他拦截的这个地方不会影响到我们，所以他就没有响，即便说我们眼睛是看得到的。所以可以吃早餐了，有点失败的面包跟昨天买的果酱，好贵哦。我想到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大家，就是如果你们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做准备，那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们是要帮小孩穿衣服，然后穿外套、穿鞋子，所以我们的时间整体上来讲是比较不够的。那我还有跟朋友聊天，就觉得说，感恩我们现在就是各自有2个小孩而已，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跑防空洞都还做得到，但是如果有3个呢？现在才5点55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回去睡觉，就是喝完咖啡以后。那再一次谢谢大家对以色列的关心，还有对我们的关心，为我们的祷告。以色列他6月19号，当伊朗攻击别示巴这个城市的医院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奇迹，我相信这是因为祷告的结果。医院他在伊朗他打来的前一天就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病人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那刚好伊朗他飞弹打过来就打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消息才传出来是没有人死亡。所以大家继续为以色列祷告，因为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奇迹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下去，然后我拿了咖啡。我们耶路撒冷这边的警铃声还是没有响，我猜是不会响吧，因为我们应该不是这次的目标，然后也不会有那个碎片掉在耶路撒冷。那我们就在等待的时候看手机看新闻，然后看到别示巴应该是超过3个人死亡，不是死亡是被谋杀。
可是实际的数字还不知道，就要等那个搜救人员最后统计出来才会知道，伊朗他刚刚5点多那一个导弹到底造成了多少的伤亡。我只是觉得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我们才刚回来，然后我又收到那个讯息说又有导弹要过来。我觉得这是伊朗的招数啦，就是一直分开射，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待在防空洞。我觉得真的是两难了，因为刚刚那个看别斯巴的被攻击的这个照片，看起来是如果没有躲在地下室的防空洞，大概就很难活得下来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伊朗他这样子每20分钟、每30分钟发一次导弹，那变成说我们可能从刚刚是5点嘛，到现在6点半，难道都是待在防空洞里面吗？原则上是啊，但是政府他目前是跟我们说，你要准备好要跑防空洞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还在睡觉，如果你还在厕所，你还在干嘛的话，你要准备好，鞋子要穿好，可能你衣服如果需要换的话也要换好，然后真的听到防空警报声的话，那你有90秒的时间去防空洞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不想要一直待在防空洞，所以现在的策略呢，就是如果真的耶路撒冷的防空警声响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抓紧90秒，可能我带宝宝，然后 Kenny 带99，然后冲下去，或者就是跟之前一样，就是早点慢慢的下去，然后跟邻居讲话。但可能现在真的太早了，没有那么想要聊天。伊朗真的是每20分钟送导弹来一次，整个早上都在跟他弄这件事所以到底是要停火还是不停火呢？不知道。在防空洞才有椅子坐，然后也比较凉快。但是呢，邻居都没有下来，只有2个邻居，那边基本上是空的，因为没有真正的警铃声，所以邻居都还在邻居的家里面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也不是轻易跑防空洞的，要真的有警铃声他们才跑。如果有停火协议的话，那就会是在7分钟之后生效。那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跑防空洞啦。我坐在这个位置，有时候可以收到讯息。然后现在第5波，导弹要射过来了，6点57分，他们可能真的要射到最后一刻。第5波是打加利利那边，所以跟我们没有关联。那从今天早上5点到现在呢，总共是5波，现在第6波要过来。从早上5点是2个，然后再来第2波是2个，第3波是4个，第4波是1个，第5波是2个，然后现在北方好像也是又被射2个。伊朗那边说停火了。可是以色列这边没有承认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停火还是没有停火。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先睡觉一下。那现在是早上9点40分左右，刚刚以色列总理终于正式的回应说，伊朗跟以色列现在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。那如果伊朗那边去违反了这个协议的话，以色列会很强烈的回应。那我不知道这个停火协议可以真的持续多久。那以色列政府这边也没有松开政策，就是不能够社交聚集，除非是必要，不能够工作，除非是必要。像昨天超市那个就属于必要，不然大家会没有办法买牛奶。那还有就是还不能够上学和工作，就是超市那个就是工作啊。所以这3样都还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，也就是说，可能以色列自己对停火协议也不是很有把握，主要是看伊朗那边会不会真的去停火。那今天早上还没有停火之前，伊朗是已经就是把握了最后的机会，向以色列射了6次。那别斯巴那边他们还是继续打，然后我目前看到消息是4个人的死亡，不是死亡是被谋杀嘛，他们都是平民。那有些人的留言，当然我知道大部分正常人看到我的影片，真的有用心看，会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国家，他不会去他都是精准的去攻击跟那个伊斯兰革命军有关的人，包含那个军官，包含他的核设施相关的科学家，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平民。
那可是伊朗他打以色列，他是打民宅啊，他打医院啊。那若不是以色列他有铁穹系统去拦截这些飞弹的导弹的攻击，那现在的死伤人数不会只是29还是30个人。那其实台湾的媒体去使用一些以色列人的采访片段，因为以色列它是个民主的国家，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会表达他们的感受。那并不是说他不爱这个国家，只是他确实他会疲劳啊。像我们住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去防空洞，今天跑了4次还是5次，当然不是每次我们真的都下去，我们也会觉得疲劳。没有人会喜欢早上3点、早上5点，然后被伊朗叫起来去跑防空洞嘛。只是说这不代表以色列要亡国了，然后也不代表说以色列人要离开以色列，然后就是放弃这个国家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从历史来看，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的人，他们很愿意为了保护这个国家，为了拥有这个国家而付代价。所以那种好像看衰以色列的谣言啊、言论啊，都是对不合理、不成立的。那我刚才有说，我不知道这个协议可以持续多久嘛？像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协议也没有持续多久，然后后来也就没有了。那以色列他当然是会为了他自己的最大利益化，还有他的政治考量、安全考量，他会去做最好的判断。我也是希望以色列做最好的判断。那如果现在停火的话，可能本来以色列想要打的一些核设施就没有办法继续。那我看以色列，当然他这个民调没有很多人，就2000多个人的民调，但是至少超过一半的人是不看好，不希望有停火的协议，希望以色列可以继续打，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现在去处理伊朗的这个问题是最好的。那这就跟10月7号战争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非常支持军队，进攻加沙，因为你不可能不去回应，你不可能不去救你的人质，你不可能哈马斯对你的平民做了这些事以后，然后你不管，然后忍。那同样对于伊朗，以色列已经知道核武器的这些的威胁，只有以色列，再加上可能美国一点点能够去处理这个问题。那以色列他为了他自己的安全，为了他的存在，所以才在6月13号做了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嘛。那为什么川普是说这是12日战争？是因为1967年有一个6日战争，那以色列也是用先发制人的方式，去打败埃及跟叙利亚。那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先用空军先发制人。那我之前有做一个影片，是关于裴瑞兹，他是得过诺贝尔和平奖，但是他其实是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时候，是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的助手。那个时候就是由他去私下买武器，由他去做核武器的发展，当然这是公开的秘密。然后还有就是去做空军的这些部署。那这就是以色列的样子。裴瑞兹他是一个左派的人士，他也想要相信和平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军事的力量，因为你不可能只是相信在纸上跟你的敌人去好像讲和平，但你实际上是要有一些实力，那你的敌人才可能想要成为你的朋友。那这也是裴瑞兹他有一个那个创新科技中心，然后也是和平中心，就在特拉维夫下面的雅法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。那他的逻辑就是，我们如果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其他国家，能够成为祝福其他国家的一个国家的话，那其他人就会想要成为我们的朋友，包含我们的敌人。所以他的新创中心还特地设立在雅法，这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共同居住的一个城市。那以色列是非常渴望和平的，可是他的敌人非常希望看见犹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或者以色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那从以色列建国前，犹太人回归到这块土地，那冲突就不断。那个时候伊斯兰领袖就开始怂恿阿拉伯人去对犹太人进行攻击。那在英国统管之下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历史。那个时候英国人就坐视不管嘛，那
最后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联合国处理。那联合国就说好，那我们就有分治案。那分治案犹太人有接受，阿拉伯人不接受，因为阿拉伯人觉得犹太人这么少人，然后又没有武器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把他们歼灭。结果没有想到犹太人他们就是拿出韧性来，拿出团结来，然后就把阿拉伯的联军打败了。然后1948年的建国战争，然后1967年我说六日战争，1973年罪日战争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所以以色列经历了大大小小战争，然后才活到现在。他是非常渴望和平，有很多和平进程的这些努力，只是他周边的敌人真的是太多了。作为一个小小的犹太国家，他实在是太孤单了。那你看整个中东地图那么大，以色列它只占了一小部分，然后一小部分里面又像我给大家看的，里面有21%的阿拉伯人口也是住在这个国家里面，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只是在说800万的犹太人为什么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？这是我想问大家的，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从1948年他们想要建国的时候，这个活在这个国家的权利，这块土地上的权利就被拿走了？为什么在鄂图曼土耳其时期的时候，穆斯林是一等公民，然后犹太人呢就要付税，然后也不能够移民到这个国家？那为什么是英国托管时期的时候，这个人口的限制还一直持续？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回来，因为英国人不同意他们回来。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们陆续回来了，可是他们仍然不能够有自己的国家？就是很多的为什么？那好不容易他们靠自己的实力打赢了战争，然后在这个土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国家，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活下来？那为什么伊朗他自己经历了伊斯兰革命，然后他决定说要歼灭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就要接受他的这个攻击？不可能嘛！所以以色列他一定是要去攻击，一定是要想办法能够生存，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生存的战争。那我在念希伯来大学的时候，研究所，那教授就有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有2个特性，一个是关于生存的危机，另外一个是大屠杀的鬼魂。因为很多至少1/4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祖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。如果你的族人，而且就是你的亲生的祖父母，他们经历过这样子的屠杀，这是会影响整个家族的。那关于创伤这个议题呢，我们可以以后再找机会讲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，不知道这个停火协议可以持续多久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，但因为还在坐月子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做，现在可以做了，就是呢，去买真奶。现在的车蛮多的。这里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早上5点钟起床，所以他现在在补眠。但问题是，刚才在家里的时候，他都不去睡觉。可能他觉得，看到我们出门，他终于放心了，可以放心的睡了。路上的行人们，好啦，这就是 Hadar Mall， 这里有真奶店哦。依然又要爆。那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没开，它只让人走进去，就代表以色列它的这个内部的政策还没有改啊，所以它没有要我们逛街，它只有让我们可以去买我们生活中必须的东西 essentials。我刚才看手机，就在我们忙着出门的这段时间呢，伊朗已经破坏了停火协议。就在10点半的时候，以色列北方又侦测到伊朗要来攻击，然后大概就是10分钟后，影片就已经传出来，在以色列北方有伊朗射来的导弹，所以呢，可能这是历史上最短的停火协议，就从早上9点半到10点半。那耶路撒冷有蛮多新的大楼都在盖，他今天也有上班。然后这条我不是很确定，但可能是开始要挖新的绿线，轻轨的绿线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走路去shopping mall，公车，然后这个
小吃店都有开，这个是熟食店也有开。哦，今天什么东西有开呢？肉拉丁，又是肉拉丁有开，面包店，然后不是必要的，像是鞋子店啊、衣服店啊就没开。那珍奶店会开吗？第一次看到哈达莫是这样哎，哇！你看衣服店啊，衣服店都是没开的。这是小孩的衣服店，也是没开。你觉得珍奶店有开吗？应该没开。没开。来看看，不知道有没有开。有人吗？有人呢，有开。这个呢是以色列的奶茶，它小杯29，大杯33，大概台币300左右。然后最经典的呢就是这个焦糖的。因为打仗的关系，所以他把椅子、桌子都收起来，不能坐。这就是 Aroma 以色列的咖啡店。然后以色列人出来的也还是不少。好喝吗？不错。跟台湾的比怎么样？我都没有去过台湾。这里有好多小孩，我不好意思拍，但很多小孩都出来，被父母放风。我们家啾啾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会动的，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他坐在这里，他就会很高兴了，这样就好了，不然玩一次要10块钱呢。好了，我们从面包店买了一些小可颂，然后我们要去药妆店 Super Farm 买东西。只是有趣的是，这个相片店又不是必要的，为什么可以开店呢？然后文具店也不是必要的啊，为什么可以开店？然后这里是美食广场，但他都把椅子封起来了，觉得好像回到疫情的时候。我们给他买电动牙刷，他在找老板。来，好，然后这是另一间超市，是比较便宜，叫 Ocean Art。在这里租车子，然后这里有那个 scanner， 人很多，东西很多。橄榄油20块、25块，这是超市等着结账的人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这家超市就是很大，然后平常就是人很多。这些都是橄榄，各式各样，然后干果类，各式各样，后面也是各式各样的青菜、豆芽，还有生菜，然后各式各样的水果，它的价格是真的有比外面其他的超市便宜。像昨天的有机店啊，是一个就16块，这个是2个24块。那我以前的影片就有开玩笑过，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碰到打仗的时候不会囤货？因为其实他们平常的消费习惯就是一次买很多，所以平常日子买东西就像在打仗，然后真的打仗的时候又很正常。3次。One more time. Yeah. 在这里称重就可以直接结账。就是这样自助式，但是还是要在这里结账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回家了，小孩子要回家睡觉了。那平常超市就是这么忙碌，跟停火啊还是没有停火没有任何关系。那现在是以色列时间的下午3点多，我是真的不清楚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到底有没有停火协议。因为早上9点多的时候，以色列这边是有接受，但是10点半的时候，伊朗他射了1枚导弹，那就代表伊朗他已经没有尊重这个停火协议。但是下午2点的时候，美国总统川普又说什么以色列要冷静下来啊，然后伊朗不是故意的，然后这个导弹没有让任何人受伤，然后要以色列的飞行员现在就回来。
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口气我觉得很不尊重以色列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。那我在刚刚我就在想说以色列会怎么回应？那难道以色列也可以说哦，那我现在去丢几个炸弹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？所以我不知道，后来以色列就还是做了打了一些东西。那我不知道那伊朗还会不会再丢导弹到以色列，所以这是我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停火协议的原因。因为停火协议很明显就是双方不会有任何动作，那伊朗也动作了，以色列也动作了，所以应该就是没有停火协议咯，大概是这样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，那我就是先把影片分享出来，那再来看看接下来的局势是怎么样。好，大家拜拜。